很高兴您加入热门新闻频道。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腾讯独家播出。吴磊、李婉达近来现象级 IP 加少年成长，年度仙侠爆款可期。8.2万平方米的龙泉小镇实景一复刻泥屏巷大槐树。吴磊提前半年减重12斤，当一部仙侠剧连地皮、身形和剑气都开始较真。观众最怕的那种动漫一火，真人就翻车的老毛病，可能真要被狠狠干一回脸。这几年，动漫改编真人剧越来越多，观众也越来越精。以前大家听到热门 IP 真人化，第一反应是期待，现在不一样了，很多人先皱眉，别又拿情怀开刀，别又用滤镜糊脸，别又端上一盘演员很忙、特效很飘、剧情很赶的预制仙侠。所以近来的真人版为什么会被盯得这么紧？原因很简单，它不是普通改编，它本身就站在高处。动漫播出后已经攒下大量粉丝，小说又是烽火戏诸侯的同名现象级作品，自带讨论度，自带压力，也自带最难伺候的一批观众。喜欢它的人，不只想看一个故事，他们想看的是那个泥屏巷少年怎么一步一步熬出来，是那个明明命很苦，偏偏心很正的人，怎么把一身裂缝活成一把剑。说白了，近来最难拍的，从来不是仙，不是侠，而是陈平安这3个字能不能立住。这个角色太不好演了，他不是一出场就满身光环的天选之子，相反，他的起点低得有点扎心。5岁成了孤儿，本命词还碎了，照常理看，不光难有大成就，甚至连平平安安活着都不是件容易事。很多角色靠设定赢，陈平安不一样，他靠硬熬。从泥屏巷那点逼仄日子开始，到后来踏上修行路，他身上最动人的不是强，而是倔；不是横，而是稳。命运把他按在地上，他没躺平，没黑化，也没把善良当软弱丢了。他就是咬着牙，一点点练，一点点走，一点点把自己从尘土里拎起来。这种角色最怕演成苦情模板，或者演成面瘫大男主。也正因为这样，吴磊这次的选角才会让不少人眼前一亮。为了贴角色，吴磊提前半年减重12斤，还去学了竹编和剑术。这不是做样子，是在给陈平安的底层感和生长感铺地基。为什么这件事重要？因为陈平安不是悬在空中的人，他是从泥里长出来的。你看他，不能只有帅，得有清瘦，得有忍劲，得有那种少年气还没被苦难磨掉的质感。路透出来后，不少书粉愿意点头，关键也在这儿，造型不是在演仙侠男主，而是在尽量靠近他们心里的陈平安。这种靠近不只是衣服和发型，是你会相信这个人真吃过苦，真在小巷子里活过，真不是一上来就会飞天遁的人形海报。再看女主宁瑶，很多仙侠剧女主嘴上说飒，落到镜头里却常常只剩漂亮。可宁瑶不是花瓶，她是剑气长城的天之娇女，自带侠气，身上有锋芒，也有分量。李婉达来演这个角色，适配度也很高。她的武打功底扎实，剧中的打戏基本都是亲身上阵。这个信息看着简单，实际很关键。因为宁瑶这种角色不能只是站着好看，她的动起来有劲，出手有决断，眼神里有那种我不是被保护的，我也是能提剑的人的压迫感。陈平安和宁瑶这条线好看就好看在，不是一个人拯救另一个人，而是2个人在命运最险的地方彼此看见，彼此撑住。他们的相遇本来就带着宿命味道，从离珠洞天的生死相守，到剑气长城的10年誓约，这不是那种轻飘飘的工业糖精，而是一路陪着走，一起扛，
一块长大的感情。这样的关系拍得好，观众会磕得上头；拍不好，就会只剩台词很深情，镜头很空心。所以主演能不能接住戏非常关键。目前看，至少在人物气质上，这一对不是乱搭。再往配角看，这部剧也不是那种主角拼命撑场，其他人负责路过的配置。张震、陈都灵、何润东这些演员加盟，阵容是扎实的。尤其张震饰演齐静春，这个角色对陈平安的成长太重要了。他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师长，也不是工具型前辈，而是那个在关键时刻能把一个少年从命运的雾里往前拨一把的人。张震身上自带一种儒雅又沉稳的气场，这种感觉放到齐静春身上是顺的，不是硬演出来的仙风道骨，而是你会觉得这个人站在那里说几句话就有分量。很多大 IP 改编书就输在一个信字，你不信角色，不信关系，不信世界，那再贵的特效都只是烟花。而剑来这次最想解决的，显然就是这个问题。故事主线其实很清楚，就是围绕陈平安的成长展开。起点是离珠洞天，倪萍巷，一个命运开局极差的少年，在困境里不卑不亢地活着。后来，在齐静春等先辈的指引下，他开始修行。这里面最有劲的一笔，是他那种近乎笨功夫式的坚持，每天练拳100万遍，靠一点点打磨，把自己从可能活不长的人，练成能往前走的人。这就是剑来最抓人的地方。他不是一步登天，他是一步都不能省。陈平安后来离开倪萍巷，去闯剑气长城，对抗蛮荒妖族，路上结识宁瑶等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也经历各种危险和坎坷。这个过程里，他碰到的不是一两道坎，而是一整个成年人的精神拷问。你明明吃了这么多苦，为什么还不肯放弃道义？你明明知道世界不总讲理，为什么还要守住初心？很多人喜欢剑来，其实喜欢的就是这股劲。看透苦难仍抬头看天，这不是漂亮话，这是陈平安一路走出来的骨头。而真人版如果真能把这股骨头拍出来，就不只是又一部仙侠剧，而是能让观众在热闹之外看到点更硬的东西。当然，真人化最容易露怯的地方，还有一个世界观落地。小说和动漫能用文字、画面带你飞，真人剧一旦落地，场景假不假，质感够不够，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。那种全靠绿幕想象小镇像摄影棚一角的仙侠感，大家早就看腻了。这次剧组下的本钱确实值得拿出来说，斥资搭建了8.2万平方米的龙泉小镇实景，还一复刻了倪萍巷、大槐树等核心场景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不是只想拍几个漂亮空镜，而是想让演员真的走进那个世界，让观众也能更直观地相信陈平安就是从这里长大的，故事就是从这条巷子里冒出来的。实景的好，不只是看起来贵，是风吹过来时衣角会动，是人物站在巷口脚下有地气，是镜头推过去不是塑料感，而是生活痕迹。仙侠剧最怕飘进来，偏偏要先把的踩实，这一步方向是对的。除了场景，服化道和特效也在下功夫。动态水墨粒子呈现的剑气，这个设计挺聪明。仙侠打戏如果只剩光污染，观众很容易审美疲劳。可如果把东方审美里那种水墨感、留白感揉进去，剑气就不只是炫，还会有点韵味。服饰装扮的还原度高，也能让人更快进入这个仙侠世界。别小看衣服这件事，很多时候观众不是不接受新演员，也不是不接受改编，而是不接受角色穿得像在拍古风写真。一旦服装、发型、质感都对了，
人和世界的边界会模糊很多。再加上金马奖动作指导董伟坐镇，打戏告别慢动作和五毛特效，这几乎是精准踩中了观众现在最烦的点。当下的仙侠剧最缺的不是会飞，而是会打；不是滤镜仙气，而是动作里的力道和电影感。太多人已经被转身3圈、袖子一甩、特效糊满屏的套路折磨麻了。真正好看的打戏，是你能看清动作逻辑，能感受到角色在拼，不是靠剪辑硬凑一个很厉害的幻觉。宁瑶的剑，陈平安的成长，剑气长城的对抗感，这些都需要打戏来撑。撑住了，剧的气才起来；撑不住，再高的 IP 也会掉价。说到底，剑来之所以让人期待，不只是因为它热门，也不是因为演员有名，而是他身上确实有一种久违的认真感。这种认真，不是发布会上的漂亮词，是演员提前半年准备，是实景一砖一瓦搭，是动作戏不拿慢镜头糊弄，是试图把一个平凡少年如何变成能守护天下的隐官，拍得让人信服。这几年，太多剧把逆袭拍得像抽卡，把成长拍得像开挂，把侠义拍得像文案。可剑来的路子不一样。陈平安从来不是因为命好才赢，他是因为再苦也不肯歪，才一步步走到后面。这种人物一旦拍成了，会很扎人，因为观众看见的不只是仙侠世界里的少年，也是现实里那个被生活反复捶打，却还想把自己活正一点的人。所以这部剧真正要面对的，不是热度够不够，而是能不能配得上这份期待。如果他做到了，那他会让人看到动漫改编真人剧不是原罪，敷衍才是。如果他没做到，那观众也不会再客气。毕竟现在的市场，早不是靠 IP 名字就能闭眼通关的年代了。你可以借原著的光进场，但最后能不能站住，只能看你有没有真本事。